DJI 在2023年8月推出了运动相机 Action 4，这次购买呢，当然要买就一次买好，买3电池套装版。那我是在虾皮购买了16890元。至于在 DJI 与 GoPro 却选择 Action 4呢，等等就边开箱边跟大家说明。由于我拿的是 iPhone 手机录影啊，常常会没电，加上临时录影呢，也是手忙脚乱的开启，或是录到一半呢，讯息来电跳出，无法好好的录影。加上如果常常录影，就知道手机录影的话，容量是很容易不足的。所以选购这台呢，轻巧方便，随身携带又防水，可以让我放心的从头录到尾啊。而且横式、直式、磁吸式的快拆，更是让我选择它的其中之一。哇，真没想到它竟然只有这么小一台。然后这是它的保护壳，它3颗都在里面啊。OK， 没错的，电池3个都在里面。我以为我会单独另外放。以下画面呢，都用我的 iPhone 7去做对比。在画面上来看啊，可以看得出 Action 4比 iPhone 7呢，颜色、对比度以及锐利化呢，是比 iPhone 7来的高的。夜间拍摄呢，因为我是从电脑看的，大家可以看出它的画质其实并不怎么好。不过以它这个性价比来讲，这个价位其实是算表现的已经非常的不错了。那至于 Action 4与 iPhone 7比较晚上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得出 Action 4的白平衡没有像 iPhone 7的过度的处理。当我镜头旋转的时候呢，它的画面也会跟着我的镜头去转正它。我这天拍摄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已经快要下雨了，而且到后面已经是整个下大雨了。那它在水底下呢，画面呢，我是觉得非常的清楚。当我拍摄完的时候，把相机整个从水面上拿起来的时候，它的镜头呢是不会残留的水滴的，所以说在我在拿起来拍摄、继续拍摄的时候呢，上面是不会有水柱的状态。后来我上网看 Action 4它有卖它的滤镜，我才发现原来它镜头的这个是可以转开的。这好像是它的保护盖吧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有要潜水的话，这个务必啊，它镜头的这个保护盖务必一定要转紧。还是可
可以用它的快拆配件。其实也是蛮快的哦。兔笼是这样，但我觉得它这兔笼有一个缺点，因为它可能是为了可以直视拍摄吧，为了可以让它直视拍摄，所以它在电池的这边跟记忆卡的这边，它是封住的，所以是不能使用的。那对于我创作者来讲，因为我是属于横向性的创作者嘛，拍摄我都是拍横的，所以我就去买它的果冻罩。那这个果冻罩呢是附有镜头盖的，所以一样是可以保护镜头，整个刚刚好啊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它连这边，所以说我要拿电池的话，录到一半没电，拿电池是非常方便的。还有记忆卡，如果说记忆体不足的话，立马更换记忆卡跟立马更换电池，这方面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就等于说我没办法指向性的拍摄，我只能就会选择横向。充电盒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去官网或者从我画面上的截图呢去看充电盒的介绍。我总体测试的结果呢，我觉得还有3大优点。第一个就是开机速度很快，而且你可以在关机的时候呢，按下录影键的话，它就会在直接录影了。然后第二个是它磁吸式的做，所以在拆装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如果买其他配件的话，是可以马上立即更换主机。那第3个优点呢，就是它可以裸机18米的防水下水。下水后呢，你直接拿起镜头继续拍摄呢，在镜头前面是看不到任何水珠的。那缺点呢，我归纳也差不多是3个，就是它记忆卡是在电池槽那边，安装原厂的框呢是无法拿取记忆卡，然后相对的电池也是，所以在更换上呢，我是觉得很麻烦，而且也非常不方便。那第二个是录影容量很大，举例来讲，我的 i7 在 1080p 30帧，1分钟约100 ms。那这款呢，1分钟却在150 ms。那不知道大家是买多少容量的记忆卡？第3，我觉得跟我的 iPhone 7比较起来呢，画面上它是比较锐利的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在灯光不足的情况下，画质就没那么好。但其实这样比较的话，可能是比较不公平的。但我手中没有 GoPro， 所以我无法用运动相机跟运动相机画面去做一个比较。以上我的心得就供给大家参考。